比特币波浪理论 25K 到 31K 的上涨，目前处在疯狂三浪上涨的结构，还是目前只是在 B 浪的结构？今天视频再利用1个月之前给朋友们画的这张图片，也就是当时在 26K 的低点开始跟朋友们猜测下去你应该要分仓去做多这个比特币。那现在到底是在 B 浪，还是说2浪的这个整理结束已经是在这个位置，这个3浪的上涨是不是在这个位置就已经要开启了？今天视频再来跟朋友们聊一下波浪理论下一次的交易计划、买点跟卖点的位置，以及整个日线这2天的高点也是有跟朋友们讲，从这个位置开始，如果再上去 31K 是不能追，它日线里面有一个12345啊，那你不要追在这种无浪的一个高位。以及程序交易 Discord 社群上面6月24号在高点的 31.2K 也是有给了一笔空单的建议，最近是都没有再给信号。那这一笔空单有猜对的朋友，反手最近要怎么设置？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过的朋友，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把你拉进 VIP 组，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聊一下周线的波浪理论，只要有交易计划的情况下，我的观点是有时候会事半功倍，在这个市场里面会长胜不败。不要每天在市场里面每天都要猜一个多单，或者是每天都要猜一个空单。交易计划是这样子啊，你要看曲折来交易。N 型的高位你就不要去做多， N 型的低位你就不要去做空。就类似第一波上涨的大一浪的一个上涨，这整个浪型，我相信现在很多的观点应该相信这整个浪型就是一浪，因为有一浪有可能一浪上涨以后它会有一个 ABC 的一个回撤。那现在这个位置到底是 ABC 调整结束，还是说这个位置只是一个 ABC？ 因为 A 浪里面它也可以来一个 ABC， 然后我们要思考一下这个 ABC 调整是不是确定已经结束。2浪的低点现在就是在这个低点，3浪已经开启一波大涨，已经要开启了吗？也是不排除我们买对的这些多单在这个低点，它这个位置完全是有可能继续往上攻。但是还要做多的朋友，就是前面的这些低点你如果没有听我的建议，现在还要做多，我的观点是跟之前的这个高位现货的观点不变。你如果真的是仓位轻，现货我是不反对，在这些点位都可以买，但是期货你要继续做多，我最担心的就是我们要烦一点，它还有没有可能这个位置只是一个 A 浪 B 浪，还有没有可能走一个 C 浪，也是不排除。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就是一浪的结构，也是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因为我的一个数法是有可能这个位置是一个12345，还有一些观点是这样子1、2、3、4浪是到这里，然后这边是一个5浪，也是完全可以。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就是你期货的操作手法，我们要观察一下，就是每一次 N 型的高位你不要去追，或者是类似这种 N 型的高位也是不要去做追加的动作。因为每一个 N 型的高位最担心的一点，它到底会不会继续上去，还是说它有没有可能会走一个，如果是这是1，这是2，这是3，它会不会走一个4浪的一个回撤的一个 ABC， 然后才会再走一个5。如果是没有走一个5，你也要烦一点，如果是 ABC 有可能会不会再走一个 ABC。 所以现在的一个位置也是一样，如果这边是一个 AB N 型的一个高位，我们也要烦一点，有没有可能它真的会不会来一个 B 浪的一个回撤。那我们就要去观察一下黄金比例的一些位置，比如说从这个 15K 的低点，当时到 31K 的低点，也是一直在跟朋友们判断，我计算的一个点位有可能是在 25K 附近，而且黄金比例它整个15到 31K 回撤的黄金比例也是在 25K 附近。所以目前的观点，它整个价格就是一个上升趋势牛市的结构，我是不反对。你如果要在这个位置真的仓位轻，现货是可以买，但是期货还是应该要等啊。那我们要继续看它这里面的一个波浪的一个空间啊。如果从这个低点 25K 到这一次 31K 的高点，回撤的 0.32 的位置大约也是在 28,800 或者是 29,000美金。那我们要观察日线的整个形态，这2天也是在跟朋友们判断，这根 K 线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区啊，它价格是在 29.5K 附近。然后我们要观察一下，就是这里面的一个波浪的曲折，N 型的高位不要追
甚至是这种日线里面有一个1、2、3、4、5的高点，就是这种高点已经聊了几天，不能追。它是周线里面 RSI 跟 KD 会有背离，而且昨天有聊到的 MACD 的重点在下个月，我相信 MACD 在月线里面它是要金叉。那昨天提到的一个重点的知识，就是在历史上19年或是15年 MACD 在月线里面金叉的位置，有可能它后面会是一个整理的结构。现在我们就观察它整个浪形是不是还在这边整理，那1、2、3、4、5它会不会走这样子走 ABC， 也是不排除完全有可能。我们要找的一些位置就是利用这个低点到这个高点的位置去观察一下黄金比例的一些位置支撑是在哪个位置。28,900美金，这个 28.8K 或者是 29K 的黄金比例 0.38 的支撑位，也就是很早之前在前面的这一个区间跟朋友画的这个大箱体，就是这个矩形的箱体 28.8K 或者是 29K。 然后我们来聊一下比特币日线布林线的形态就是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也是有讲过，有可能比特币整理的结构它会被动不是主动的跌回来，它也是算是被动，就是目前是在区间震荡。现在价格原来是出轨的结构，现在是已经回到轨道内，80%的时间一般波动都是会在上轨跟下轨里面来波动。我们去留意一下，也就是我有提到的这一个 KD 指标，它是在80上方。我们要观察一下，它如果是在这个位置区间震荡，有没有可能回到80，或者是甚至 KD 来到50附近的时候，到时候要去留意一下，看还会不会有加仓的一些点位。因为我知道有些朋友是还有资金，你如果要买的话，其实还是一样，趋势是向上，你尽量找这种整理区间的低点，有没有买点，或者是你也可以观察一段时间，它有没有可能挖坑的位置。当然，现在整个日线的形态，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就是这一根 K 线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短线还有一个支撑位就是这一根实体的开盘价附近。这两天主要还是一个原因，就是最近是没有量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4个小时它的布林线，现在是4个小时里面也没有趋势日线是有趋势，但是4个小时是没有趋势。那如果是前面在 31.2K 高点有做空做对的朋友，我当时是有提到一个观点，你可以跌下来的一些点位平仓一部分，留一部分防守位设在 31K， 就是这一根上涨的高点，它防守位是差不多就是在 31K 附近。那如果还有在报空单的朋友，就是这两天整理4个小时里面，这边不是又有一个高点，你可以移到就是这个高点 30.6K 附近因为4个小时里面现在感觉是反复的有 N 型，就是它高点在走低，高点在走低，然后低点也是在走低，有一个短线的趋势。不过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就整个中线应该就是一个箱体震荡。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